过火影的都知道，火影有强有弱，可在这个人人都有几率成为超影的世界，有人放着血祭献界、尾兽之力不选，偏偏选择最苦最累的体术，甚至有人选择了逼王幻术，而顿感神情沮丧。对此，前世身为资深火影迷的我却嗤之以鼻。此刻在广场的恩赐仪式上，一颗被视为未解之谜的神术展现在众人眼前。这里每个人到18岁都可以通过神术恩赐获得力量，无论是强大的忍术，还是不可思议的血祭献界，或者提升忍术的天赋，在神术的恩赐之中应有尽有。但这的漩涡之体和仙人之体特殊体质都被列入血祭献界，甚至连尾兽之力也被写入血祭献界。这时刘校长站在讲台上开始了神术恩赐前的讲话。关于神术恩赐的事我最后再说一遍，神术恩赐是3选1，其中血祭献界排在第1位，如果遇到不要犹豫直接选，这关乎到你们的未来。其次就是如果有增强天赋和生命能量、以及查克拉能量这类的选项，那就一定选，哪怕是出现了 B 级忍术、A 级忍术有天赋的情况下，也要选增强天赋这类的选项。至于忍术、体术、幻术的选择，忍大于体大于幻，除非是 C 级忍术、C 级体术和 B 级幻术这样差距过大的选择，不然一律忍术为先。话音落下，众多学生开始前往神术恩赐的场地进行恩赐。当我赶到恩赐台，早已人满为患，媒体记者、学生父母、各级领导、普通观众等等这些人将恩赐台围了个水泄不通。然而就在这时，正在举行神术恩赐的恩赐台突然绽放出璀璨的白光，神术虚影凭空降临。我看着面前的这种情况有些吃惊，难道这是血祭献界？因为按照神术恩赐的选项来说，只有血祭献界才会引动神术虚影降临。见此，在场众人纷纷向台上那名少年投去羡慕的目光。少年激动地看着自己身前的3团光球，这3团光球正是代表着3种不同的血祭献界：灼盾，可瞬间提高生物体内温度； 2. 尾兽之力，来自传说之中的生物尾兽的一部分的力量； 3. 冰盾，可降温，制造成冰。看着这3团光球代表着的不同的血祭献界的选择，台下的观众纷纷震惊不已，议论了起来。我江城也终于有人觉醒血祭献界了。上一个觉醒血祭献界的还是10年前的那次了，而且与10年前的那人相比，这次的血祭献界的质量可是高上了不少，甚至还有尾兽的力量。尾兽那可是传说之中的存在，据说选中尾兽之力的人不仅会获得庞大的查克拉，更会获得一种名为尾兽形态的强大战力，就是不知道这尾兽之力会是哪一尾的力量。此时台上的少年没有丝毫的犹豫，果断地选择了尾兽之力。选择完后，他便十分兴奋地走下台来，一眼望去，只见无数的聚光灯围着这名少年闪耀。看着这一幕，我也不禁有些感叹，在这个世界拥有血祭献界就相当于拥有了强者的通行证，更何况还是尾兽之力这种被定义为极其强大的血祭献界。很快又一名少年上台获得神术恩赐，不过却与前面获得血祭献界的少年相差甚远。1. C 级火系忍术， 2. C 级幻术， 3. 查克拉能量加100。和先前校长所讲的一样，这名少年直接放弃了 C 级火系忍术和 C 级幻术，直接选择了查克拉能量。就这样，一名又一名的少年少女走上恩赐台获得神术恩赐。而在这中途过程之中，再也没有人觉醒出血祭献界。很快便轮到我们班上场，第一个上场的是我们班的班长王浩，他一脸紧张和激动走到了恩赐台上，神术恩赐的光球便是立刻出现。 1. A 级忍术雷遁千鸟， 2. A 级忍术多重影分身之术， 3. 忍术天赋提升。看着班长王浩出现的恩赐选项，我有些惊讶。雷遁千鸟在火影忍者的世界之中表现力很强，甚至后续卡卡西还通过雷遁千鸟不断衍生了一系列属于自己的雷遁忍术，但这个忍术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速度太快，一般人把握不住。至于多重影分身之术，堪称作弊神器，因为通过此术分出来的影分身是可以进行攻击修炼的，并且记忆都会完全的回归本体。果不其然，王浩虽然对 A 级忍术也十分动心，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提升忍术天赋。在班长的恩赐结束后，班上的同学一个一个的进行恩赐，但他们获得的恩赐都比不上班长，普遍只是在 C 级 D 级。直到轮到我和班上的同学不同，因为有着金手指的存在，我并没有太大的慌张，反倒是一脸期待的走到恩赐台上。站在恩赐台上的那一刻，璀璨的白光开始绽放，神术虚影凭空降临。而此时台下原本还在小心议论的众人顿时沸腾了，他们没有想到在先前那名少年之后，竟然还会有人觉醒血祭献界。紧接着恩赐台上展示出我的选项： 1. 漩涡之体，具有庞大查克拉、生命能量； 2. 血轮眼，心灵写照之眼； 3. 尾兽之力，来自传说之中生物尾兽的一部分力量。看着我出现的恩赐选项，台下的众人全部沸腾了。哪怕是血祭献界也是有强弱之分的，而我觉醒的就比前面那位少年的强上不少。在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此，好奇我会选择哪项恩赐，究竟是具有庞大查克拉能量、生命能量的漩涡之体，还是具有传说之中尾兽力量的尾兽之力。面对着众人的目光和神术的恩赐，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2项血轮眼。在场的众人看着我的选择全部懵逼了，他们没有想到我竟然放弃了强大的尾兽之力和漩涡之体，转而选择了弱小的血轮眼。一时之间辱骂之声此起彼伏，他怎么选择了血轮眼呢？血轮眼虽然也是血祭献界，但是它可是被称为最废的血祭献界啊，比起漩涡之体和尾兽之力实在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这是哪个学校教出来的？学生这么好运，结果连选择都不会选，实在是白瞎了这次神术恩赐的血祭献界。先前还惊喜万分到处炫耀着的刘校长也顿时愣在了原地。这时旁边其他中学的校长则是安慰道：老刘，你也别太生气了，虽然说选择的是血轮眼，但好歹还是个血祭献界，不说6阶，起码5阶是肯定能到达的呀。听着身旁这些校长的安慰，刘校长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搞不懂我为什么放着强大的漩涡之体和尾兽之力不选，非要选择垃圾的血轮眼，因为他们都觉得血轮眼仅仅只是可以看穿对手的攻击动作以及结印方式，在实战中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也正因此，血轮眼也被称为血祭献界恩赐之中最废的选项。
而此时在 N 次台上的我对于这些流言蜚语并不当回事。漩涡之体和尾兽之力虽然也都不错，但是和写轮眼放在一起那就是提鞋都不配。遥想当年宇智波斑以一人之力便可压服9大尾兽，宇智波带土利用9尾作乱，这其中靠的可都是写轮眼，尾兽都不够写轮眼打的，更别说是尾兽之力了。至于这个世界的写轮眼被评为最垃圾的血祭献界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他们没有将写轮眼完成进化，导致一直都是单钩玉血轮眼，自然也就比不上其他的血祭献界。但是拥有着金手指的我可不担心这个。随后我从 N 次台上下来后来到了休息室进行等候，在这个过程中我拿起手机看了看，发现全网热搜上前10条中竟然都跟自己有关。一江城惊现2次血祭献界 N 次，其中都包含尾兽之力。2江城一中学生叶青选择了写轮眼。看着这些热搜我点进去一看，发现都是在说自己不识货，自己要后悔的这些言论。对此我也是颇感无奈，谁让先前那些选择写轮眼的强者从头到尾都是单钩玉，没有完成一次进化，这才让如此强的写轮眼沦为了血祭献界之耻。不过既然自己选择了写轮眼，那么写轮眼就将从我这里走向最强血祭献界的称号。这时班主任找了过来，叶青，那些言论你别太放在心上，你父母为江城而亡，没有人有权利说你，但是我想问一问你为什么选择写轮眼呢？因为每个血祭献界都很强大，我不相信同为血祭献界的写轮眼真的只有那么弱小。原来如此，既然选择了写轮眼，那就好好利用，说不准真的能给你找到他的不为人知的强大之处。问完这个问题后的班主任就离开了。在班主任离开后不久，刘校长就走了进来，跟在他旁边的还有一名穿着西装戴着眼镜一副温文儒雅样子的中年男子，鄙人王鹏，幻术大学江城地区招生办负责人，这次过来是想特招你在我们学校进行读书。虽然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会选择写轮眼，但是我们幻术大学绝对是你的最佳人选，至于福利方面我们可以细谈。面对着所谓幻术大学负责人抛出的橄榄枝，我思虑片刻后最终选择了拒绝。因为幻术大学顾名思义专精幻术，而在火影忍者世界中最能体现出幻术强大的就是写轮眼，其中的阅读别天神和到轮回眼才能施展的无限阅读，简直堪称无解神器。现在只要我将写轮眼升级上去，这些自己都会有，根本就不需要所谓的指导。而整个华国最契合我的就只有排名第一的帝都大学。帝都大学和忍术、体术、幻术这3种类型的大学不同，帝都大学走的是全方面高端培养，资源、老师这些都是最好的，可以说进入了帝都大学，一脚就迈进了华国的高层。因此帝都大学也不存在特招现象，只有通过高考才能够进入。面对着我的拒绝，王鹏有些很惊讶地说道：参加高考，看来你是有心仪的学校了是吗？但是你选择的可是写轮眼，哪怕在整个华国，也就只有我们幻术大学可以给出最准确的指导来弥补写轮眼的不足，在这方面哪怕是帝都大学也不行，所以你真的不再考虑？是啊，叶青，你选择的写轮眼是最适合幻术大学的，在那里你可以得到最好的待遇，可以快速的成为强者。但是你要是参加高考的话，恐怕你连幻术大学都上不了，因为你的写轮眼并不像其他的血祭献界能够给你带来多大的优势，你慎重考虑一下吧。面对着王鹏的再次招揽和刘校长的劝说，我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对此王鹏表示惋惜后便是离开了。校长则继续惋惜说道：虽然你选择了写轮眼，但是你毕竟是江城地区这一届第2个觉醒血祭献界的人，这些是学校给你的奖励，这里有10万通行点，2阶权限，研磨秘境机会1次。我看着刘校长拿出来的通行卡，高兴地接过通行卡，随后校长也离开了这里。我看着手中的通行卡，奖励真不错，在如今的世界旧的货币体系全部废除，只剩下通行点这一大体系，而10万通行点可是一笔巨款，可以买的3阶强者才能够练习的 B 级忍术，而2阶权限的用处更大了。如今我是0级权限，不可以私自学习忍术，而拥有2级权限后， B 级以下的忍术想学多少学多少，只要拥有足够的通行点。除此之外，2级权限在购物知识等方面也会享受到许许多多的优待。至于最后的研磨秘境机会，对于我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因为参加秘境不仅可以获得历练，更可以获得许许多多的资源，加快自己的成长。而研磨秘境之中更多的就是关于火系的资源了。于是我拿起手机开始查看2级权限才可以看的 C 级忍术和 D 级忍术，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本在火影忍者的世界观之中， D 级忍术的代表之作可是只有瞬身术和定身术，明显这2个忍术都没有任何的攻击能力。而这个世界在获得了火影忍者的体系后，在忍术上面做出了许多开发，这就导致 D 级忍术可以说是数量繁多，具有杀伤力的也不在少数，只不过这个杀伤力不怎么强。然而就在这时，我脑海里不断响起提示音：你拾取了忍术瞬身术碎片，忍术瞬身术熟练度+1；你拾取了忍术定身术碎片，忍术定身术熟练度+1；你拾取了体术8连鞭碎片，体术8连鞭熟练度+1。听着金手指的声音，我仿佛看见自己实力在飞速提升一样。在翻看完大部分的 D 级忍术后，我查看起了面板，姓名叶青，生命能量205，查克拉能量214，忍术 D 级瞬身术精通， D 级定身术精通，幻术暂武，体术 D 级8连鞭精通，血祭献界单钩玉写轮眼，实力水准1阶。看着系统的面板我很是满意，系统已经将忍术、体术、幻术3术的熟练度共定义为3个阶段，分别是入门、精通以及大师。入门代表者学会了这个术，但是运用的不够熟练；精通就是已经可以熟练的运用，但是不能顺法；而大师使用此术便可顺法。而自己在刚刚的翻阅过程之中，就已经将瞬身、定身、8连鞭这2忍术、一大体术全部都刷到了精通，而且我还发现自己觉醒了写轮眼血祭，给自己的生命能量和查克拉能量都带来了接近1倍的提升，并且实力的评定也从欧阶来到了1阶。我没有再继续翻阅忍术，而是站了起来，准备试一试自己这刚得到的3大忍术。开始结印瞬身术，在3秒结印完成后，我的身影顿时从原地消失，来到了房间的另一侧。
接下来试试八连鞭，因为房间只有我自己，所以定身术也找不到人用。我的双手犹如幻影一般，迅速在空中打出8鞭，只留下阵阵音爆之声。我对自己刚才用出来的这2术都挺满意的。定身术虽然需要3秒的结印时间，但是在学生时代够用了。而身为体术的八连鞭则是不需要结印，只不过是有些僵硬，用着还不够如心随意。正当我准备继续翻阅忍术的时候，老班敲响了休息室的门，说道：“叶青，走。”对此我也只能离开休息室，准备等回家或回校后再继续翻阅忍术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在坐上车后，我又开始看起了有关写轮眼的记载和运用，而视频里无一例外记载的都是单勾玉写轮眼的能力。与此同时，系统声音再次响起：“你拾取了血迹献界单勾玉写轮眼碎片，血迹献界单勾玉写轮眼进化加1。”伴随着最后一块碎片的补齐，我顿时感觉自己的双眼处生出了许多的暖流，这些暖流开始从自己的眼部流向周身，以至于在暖流都已经消失后，我这才回过神来，感受着双勾玉和单勾玉的不同。最为敏锐的改观就是自己的洞察能力更为强大，不仅可以看穿对方的招式，还可以将对方的招式印在眼中，然后迅速的使用出来。写轮眼的进化带来的并不只是自身的进化，更有全身的增强。随即我打开金手指面板一看，姓名叶青，生命能量609，查克拉能量724，忍术地级顺身术精通，地级定身术精通，幻术暂无，体术地级八连鞭精通，血迹献界双勾玉写轮眼，实力水准2阶。看着金手指对于自己实力的评定，我有些惊讶。要知道2阶的水准可是代表着 C 级忍术那一栏，而自己只不过学了3个地级忍术，这能到达2阶全部依赖于写轮眼的进化。要知道写轮眼可是能够进化到传说之中掌握生死的轮回眼，这要是自己拥有轮回眼，哪怕没有学习任何忍术，实力也绝对是6阶甚至更强的存在。这也难怪这个世界的6阶强者是对应所谓的禁术，或者说是拥有血迹献界的5阶强者，这带来的增幅真不是一般的大。这时车子已经到达了江城一中，大家陆陆续续的开始下车回到自己的班级，我紧跟在班级后面，还没走几步，别的班就突然冲出来几名学生将我堵在了原地。叶青，你为什么要选择写轮眼？你知不知道写轮眼是最废的血迹献界，其他那么好的2大血迹献界你不选，你非要选择写轮眼这种最垃圾的货色，你到底是在想什么？神术的血迹恩赐给了你，真是白瞎了眼。你这样的人对不起你父母，更对不起我们江城一中。听着这些人的辱骂，我的眼神开始逐渐变得冰冷。这是神术给予我的恩赐，我选择什么跟你们有关系吗？都给我滚！说完顿时以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出了体术八连鞭，这几个靠近我的学生一瞬之间就被打倒在地。周围的学生看见这一幕，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用着无比震撼的神情看着我。这是体术八连鞭吗？叶青什么时候学会的？而且使用出来竟然如此熟练，这就是觉醒血迹献界的天赋吗？真是可怕！管好你们自己的嘴，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完我转身朝着班级教室走去。你以为你是什么？你父母为了保护江城而战死，而你面对着强大的血迹献界，不选择强大的，反倒选择最弱小的。你知不知道你这会让多少人死于非命？甚至你还对同学出手，我看你是被怪物吓破了的。你这个罪人，我江城一中怎么就出了你这种人类的叛徒？今天我徐次就让你明白，写轮眼只不过是一个废物血迹，而你也只不过是一个废物。闻言我立马动用了血迹献界双勾玉写轮眼，双眼顿时变得血红无比，眼球则化成了2颗勾玉在眼中流转。看着这一幕的徐次心中有些不解，因为这和他所知道的写轮眼不一样，他所知道的写轮眼可是只有1颗勾玉，而我的有2颗，2颗勾玉又如何？废物血迹只是废物血迹。下一秒徐次结印火遁炎弹，对此我开始利用双勾玉写轮眼对徐次施展的忍术进行拷贝。随着结印手势的完成，徐次将查克拉炼成的油含在口中，在吐出的同时用火遁之术加以燃烧，从形状上看就像是一颗巨大的盐弹朝着我袭来。徐次看着自己施展出来的忍术，心中信心满满，区区写轮眼怎么可能是我施展出来的火遁盐弹的一合之敌呢？徐次看着叶青，他倒要看看面对着如此强大的火遁，对方能使出什么级别的忍术。可下一刻徐次当场懵逼了，他看着我的结印手势简直不要太熟悉，这分明就是他刚刚施展出火遁盐弹的结印手势，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也会火遁盐弹？他知道觉醒血迹献界学校会给予奖励，但他没想到我竟在短时间内学会了火遁盐弹，而且火遁盐弹这种 C 级忍术都是排名10分靠前的忍术。伴随着结印手势的完成，我将查克拉油吐出并用火遁进行燃烧，一颗无比巨大散发着滚滚热浪的盐弹朝着徐次杀去。周围的同学目睹着这一幕，全部被震惊的目瞪口呆。本来他们都以为我是必败无疑的，因为写轮眼本身并不能够加持多少的战力，而徐次选择的 C 级忍术火遁盐弹在 C 级之中那可是排名前列，甚至可以和一些比较差劲的 B 级忍术媲美了。但是如今发生的一幕却让在场的同学全部傻眼了，而且我使用出来的盐弹从威势上就远比徐次强大，这说明我的查克拉能量远远的高于徐次，所以施展出来忍术的效果就不一样。这实在是难以相信，叶青竟然施展出了和徐次一样的忍术，这天赋实在是恐怖如斯，从觉醒到现在连半天都没有。他不仅将体术八连鞭练到了那个程度，还学会了火遁盐遁这种可以媲美 B 级忍术的 C 级忍术，这天赋实在是太恐怖了。只是可惜他选择了写轮眼呀。从震惊过后，周围的同学对于我的选择便充斥着深深的可惜。我听着这些同学耳中的惋惜并不在意，有着金手指的我选啥都行，只不过选择写轮眼能够辅助我快速成长罢了。而徐次看着我真的使出来了火遁盐弹的那一刻，他彻底崩溃了，尤其是看着我使用出来的忍术比他强大，他已经没有心思继续战斗下去。2颗盐弹碰撞的那一刻，爆发出滚滚的热浪，庞大的热浪袭向四周，似乎要将一切都给掀翻。这时刘校长的声音从远方传来，土遁、土流壁，瞬间在热浪的四周分别升起4道巨大无比的土墙，将所有的热浪全部阻挡在了土墙